说到日本旅游，绝大多数人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城市不是东京，也不是大阪，而是京都。这座千年古都，过去1000多年是日本天皇的都城，不只是历史悠久，更是日本文化的象征。不论是赏樱、追风、拜神社，还是来穿和服拍照打卡，京都永远在观光清单前几名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看似热闹滚滚，赚观光财赚到手软的京都，其实几年前财政状况差到快破产，2023年负债竟然高达1兆5767亿日元。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濒临破产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，京都的财政黑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。京都市位于日本关西地区，是京都府的府治所在地，人口约144万，是日本的政令指定都市之一。虽然城市不算大，但它的观光魅力无人能敌。根据官方统计，疫情前每年观光客超过5000万人次，光外国人就将近900万人。这观光规模已经不输许多国家的首都了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么多人来玩，怎么会没钱？问题就出在这里。观光热闹归热闹，赚到的钱却没进京都市政府的口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钱大多进了旅馆、餐厅、伴手礼店、巴士公司，这些都属于私人企业。而且京都有大量的神社、寺庙，它们本身是宗教团体，是免税的。你去清水寺头前拜拜，还花了300日元进去参观，这些收入京都市是收不到税的。负债怎么来的？关键是地下铁兴建与泡沫梦。讲到负债，就得从上个世纪的日本泡沫经济说起。那时候大家都乐观过头，连政府都觉得钱会一直源源不绝地进来。在这样的气氛下，京都市政府决定大手笔开发公共建设，像是梅小路公园530亿日元，铁道高架化工程610亿日元，京都音乐厅190亿日元，焚化炉更新510亿日元。但最伤的是地下铁，尤其是东西线。这条的铁线在1997年开通，正值日本泡沫破裂、经济下行的时期。建造这条线的成本非常惊人，因为京都是古都，地下满满都是文化财跟历史遗迹，一挖到古物就得停工调查，请专家判定，不能随便处理。所以施工慢，花费高。最终，这条东西线加上一条南北向的乌丸线，全长只有32公里的2条地铁，建设费用就花了8514亿日元。问题是，这2条线路又短又偏，没有串联到主要观光区或市中心生活圈，导致搭乘人数低迷。京都不像东京、大阪那样有庞大的上班族通勤需求，大多数市民还是开车或搭公车。结果就变成，钱花下去了，但地铁使用率没起来，根本无法回本。而市政府为了填补赤字，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借钱、发行债券，最终累积出破兆的债务。再来讲到税收结构。在日本，城市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3大类：一、固定资产税；二、都市计划税；三、居民税。但京都在这3项都表现不理想。首先，固定资产税与都市计划税是针对土地、建筑来课税的。但京都因为有景观保护条例，高楼建设受到严格限制，房子盖不了太高，房价自然也不高，税收当然就不如东京、大阪那些大城市。再加上京都市区里大量的老屋、古迹、寺庙，全都是免税或低税范围，市府根本收不到什么钱。至于居民税，那就更惨了。京都人口老化严重，年轻人住不起市中心，纷纷搬去大阪或滋贺，结果整个城市里要缴税的中壮年人口越来越少。根据统计，京都只有大约43%的人口需要缴交住民税，这在日本所有政令都市中排名倒数。简单说就是，钱不进来，却要一直还债，财政当然一天比一天惨。其实早在1980年代，京都市政府就意识到财政吃紧，
曾经尝试推出一种叫古都保存协力税的地方税，要从进入神社寺庙的观光客身上课一点点税。但这个政策推出后马上引起激烈反弹，民间团体觉得是对宗教自由的干涉，最后这项税只收了3年就被取消了。这也导致现在京都对于文化资产相关的收费，一直都不太敢动作太大。新冠疫情是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本来观光客虽多，但京都财政已经是靠借钱维持。然后疫情一来，边境封锁，外国观光客完全归零，连国内旅游也一度停摆。观光收入消失，税收继续低迷，地铁照样要营运，债务就这样越滚越大。到2021年，京都市已经没钱了，只好动用原本用来偿还债务的公债偿还基金，这在日本是极其少见，等同紧急状态的操作。外界开始传出京都会不会破产的传言。面对压力，京都市政府这几年终于开始动刀改革。首先是节流，精简约聘、临时公务员人数，减少社福支出，如老人巴士补助、保育员津贴，停止对赤字连连的地下铁提供补助，这点很关键。接着是开园，调涨市营设施票价，像是市营动物园、植物园等，放宽部分地区的建筑高度限制，鼓励盖住宅、办公大楼，提高土地使用价值，重新设计税收结构与补助制度。这些动作虽然在当地也引起不少讨论与反弹，但终究还是有效的。2022年，京都市政府宣布，财政终于从连续22年的赤字中转为黑字，实现盈余。虽然还远远没还完那破兆的债，但至少是往好的方向走。京都这个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产，是日本人乃至全世界旅人心中的必访之地。但正是这些资产，反过来也变成了现代财政管理上的包袱。不能随便开发，不能乱课税，导致城市在现代化竞争中寸步难行。再加上泡沫时代留下的债务与失败的地铁投资，让京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。如今好不容易靠节流与微幅开源，才慢慢改善状况，但要真正从谷底翻身，恐怕还需要整体制度与观念上的更大变革。京都的故事，其实也是很多历史文化城市的缩影，如何在保存文化与追求现代化之间找到平衡，这恐怕是每一座活在历史里的城市都得面对的课题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期的故事内容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环球趣味站，我们下次见。